啊？正直。荣耀30系列邀你观看《龙令迷窟》，荣耀30系列光影之美，一瞬清新。老胡，听我说，他就是鬼迷心窍了。你说他跑什么跑啊？大家在家那会照应，这下好了，彻底把自个儿交代了。侯爷，为什么蜘蛛只攻击李春来，不攻击咱们呀？应该是龙骨天书的原因。这上面有奇怪的味道，肯定是被涂了迷料。蜘蛛都是近视眼，并且没有耳朵，肯定是这种气味作用到了神经，才让它预感到前方有危险而不敢上前。那这李春来怎么死的呢？是这盒子。这盒子应该被特殊处理过，可以隔绝龙骨天书的气味。李春来如果不贪的话，只拿龙骨天书不拿盒子，蜘蛛就不会攻击他了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这都是前意呀。侯爷，杨小姐，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局设计的就是在挑选符合条件的人，把这龙骨天书带出去啊？这木尘珠如果祸害千年，祖师爷必然不希望他的下落成为永远的秘密。让我说呀，
咱就别老琢磨祖师爷怎么想的了，咱们想想咱们怎么出去吧。现在咱们还是迷窟里迷着呢。是啊，就算这蜘蛛不攻击咱们了，可还有蝙蝠呢。咱就算再走个蝙蝠，那现在出口在哪儿咱也没找着啊。我看呀，他们是想把咱们留在这里来。有声音。哟，活不呢？荷叶，您在这儿逍遥呢？跟着他，动物对流动空气特别敏感，跟着他应该能找到出口。对不对？荷叶，您要真把我带出去，我后半辈子绝不吃鹅肉了。您就是我祖宗，活祖宗。谁来？胡八一同志，这儿你们都能找来，多亏那位陈老爷子，如果没有他带路，我们还真找不到人。陈老爷子已经把你们的情况都说清楚，我们也通知了文物局和考古队，之后的事情他们会来处理。谢谢你们。哎呀，不谢不谢，配合你们工作是应该的。走了，走了。栽在你手里，我认了。别走，走。不过，这棺材里到底是谁啊？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不白来一趟吗？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找龙骨天书，是谁已经都不重要了。能够跨越千年，得到前人的指点，我们就算没白来，理应谢谢人家。胡爷，咱赶紧离开这块儿吧。老爷子，添麻烦了。这就叫缘分呐！哎，你小子，我总觉得咱爷儿俩哪股劲儿，他怎那么有点像呢？啊！谢谢你啊，大爷，你跟警察说的还挺明白的。我老头子也不能白拿你小子一张大团结呀！啊！回去吧，这龟甲上的玄机，咱们还得等孙教授给咱们解释呢。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是滇，云南的简称。这个字啊是献，贡献的献。但是你们看啊，这两个字在这龟甲上的位置毫不相连，很难找出二者的关系。我还得再查一些资料才行。您这不等于没说吗？合着不能因为那一颠字，我们再把云南翻个底掉是吧？老胡，你这面不吃有坨了，要不？孙教授，既然这个滇
和县俩字儿已经都确定了，那这俩字儿背后的意思，您应该也知道吧？这个滇字，具体的讲，是指古滇国。寻宝探险靠一双好眼，闯荡商业江湖靠天眼查 APP。查公司、开公司，胡八一推荐您用天眼查，用天眼查放心。古滇国是在滇池附近吧？木尘珠这件神器啊，对古代君主有着非凡的意义，它象征着权力和兴盛。所以寻找木尘珠，你就要先知道它在历史上的价值，你这样才能够推断出它可能的去向。那你就赶紧告诉我那珠子在哪儿吧，急死我啊！哎，小伙子，我看你对古滇国有兴趣，那你阐述一下。那学生可就在孙教授面前班门弄斧了啊！要说起这古滇国啊，哎，那真是一个神秘的王国，史学界称其为迷失的国度。早在殷商时期，它就已经存在了，灭亡应该是在西汉的时代，对吧？据说在它的亡国中期，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内乱，国中一部分人因此离开，进入崇山峻岭之中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自此之后呢，这些人就从历史长河中慢慢的消失了。后世之人对他们全部了解，也仅仅是出自一本叫《拓乎引》拓乎引一考。哎，因为这部古书，对不对，孙教授？不错。哎呀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你说说他们的领袖。这个学生可就孤陋寡闻了。还请孙教授您提示。大概在商朝晚期，这古滇国有一部分人信奉巫神邪术，这些推崇邪神的人，为了避乱，就离开了滇国，迁移到澜沧江畔的深山里生活。这些人的领袖自称为献王。那这上面的献字就是指献吗？这么说，我们要找的是献王。这献王墓啊，就是个传说。像这种草头天子，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数不胜数啊。这史书上对这位献王的记载都只言片语，就更甭说找他的墓穴了。孙教授，如果您要是解释不清，我们就直接去云南，哪怕用分金定穴，也得把它找出来。分金定穴只能在一马平川、没有地脉起伏的地方才起作用。云贵高原地势复杂，而且山川河流众多，气候波诡云谲。要想找到献王墓，如果没有明确的提示，恐怕比登天还难。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我现在只辨识出2个字，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情况啊，我还不能确认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等我遍寻古书、钻研考证之后。遍寻古书、钻研考证，然后又能多骗几年闲饭吃喽。哎呀，现在这教授头衔真是便宜呀，骗吃骗喝，还骗公费旅游，骗了一趟陕西，这不又要骗一趟云南。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你为何出言不逊呢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不知者不为过，不知又冒之，误人子弟，岂不是招摇撞骗，骗吃骗喝？古文字研究博大精深，岂能随意论断？不是我夸口，我孙某人在识别古文字方面，当世还无人能出我其右。当时无出其右，那是因为你比别人活得长。
把有些能人都熬死了。那请问您高寿啊？那个我觉得啊，二位呢都是老前辈、老先生。谁跟他一样？老小孩，你说谁呢？好一个老匹夫啊！我听杨小姐说你是那个什么谢岭魁首，那不就是个带着一帮人挖墓掘坟的老贼头吗？这李是越辩越明啊！你说不过我，就开始攻击我的职业了，这就是张爷，看归看，别动手，把手拿开。献王墓的地图。我知道会有人不信，可这的确是千真万确，是我当年在云南李家山滇王墓找到的。编，接着编。滇王墓里能找到献王墓的地图，你不会说滇王跟你是同行，也是做摸金生意的吧？学不思则罔。读那么多的书又有什么用啊？来，老夫教你。那两国原本是一家，只不过是献王自立为王。献王自立后，为自己选了一处永远不可能被盗的风水宝。可谁知，献王的所谓王朝一逝而亡，他死了。他的手下人要重返家国，就把这献王墓画了一张图呈现给了滇王，并声称也要为滇王能够找到这种家穴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把这人皮翻过来，看看这背面记载便知。别信他们，风水先生骗人的时候啊，肯定都会多准备几个道具。那我问你啊，你说你去过滇王墓，可没有什么证据。你们这些谢岭力士都是凭着人多势众啊。证据。你要什么证据？老夫的这对招子就是证据。想当年，我带着兄弟众人到滇王墓取得这张图，出来之后，突然发现四周升起一股白雾，
我仗着年轻时学过几年轻功，屏出去跑了回来。可我这支招子却被毒瘴所毁，幸好遇到等待的白族兄弟，当机立断，活生生的把我这2只眼球抠了出来，才没使这毒气进入心脉，老夫这才得以存活。证据？你还要什么证据？你们接着讨论啊，我得去查一些资料。孩子，这献王墓要比这滇王墓更加凶险。从这图上记载，这重拱中间有一股红色的瘴气，终年不散，重者即亡，人莫能进。想必是要比那白色的瘴气更加厉害万分。此番如若前往，必定万事小心。好的。可是这个地图，老爷子，这张地图是您毕生的心血，我们不能夺人之美。风烛残年，目不能视，这身外之物还留他何用？况且孩子又是鹧鸪哨的后辈儿孙，要什么，老夫不该倾囊相授。只是老夫有一件不情之请。您说，别说1件，10件100件，我们也照办。老夫这把年纪，能让你一个小姑娘做什么10件100件的事？我只要你在解除红斑之后，带我去鹧鸪哨的墓前看一看，也算是了却我残生心愿。没问题，到时候我把您接去美国定居，您以后的生活就由我来照顾。孩子，你的心意老夫心领，可是我这摸骨断相的算命生活也算是乐在其中。往年如能纵情于山水，云游四海，岂不快活美哉？老爷子，此行多谢您的辅助，能认识您这样的传奇人物，吴某真是3生有幸。老夫怎担得起传奇2字？想起当年那些愤事，当真是烦恼不寻人，人自寻烦恼啊！老夫已是退出这历史的剧目，这过去的事情，就当是一本令人回味的书吧。年轻人，后会有期。老板，来碗馄饨。哎，2碗。好嘞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就许你吃馄饨啊？哦。这是什么呀？你的酬劳。我不要。你不要，人家不需要啊。你那点钱都贴补你的战友了，你就收下吧，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死胖子，
来馄饨。老板，我们就点了2碗馄饨，没点这些。胡连长，胡连长，我早就认出您了。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，但我不傻。我知道，这些年是你一直在照顾我们娘儿俩。我没什么能感谢你的。这香肠是我自己从老家带过来的，您尝尝。大姐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要怪就怪我没能把大刘带回来。胡连长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再说，都过去了。哎，不说这些了，快尝尝，这香肠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这个钱您拿着，给孩子买点东西。胡连长，这钱我不能收。正好你今天过来了，我还想告诉你，以后别再给我们娘俩送钱了。你的心意，大姐心领了。大姐，您就收下吧，不然她也不会心安的。谢谢了。叔叔，你就是爸爸心中说的连长叔叔吗？爸爸说你是好人。叔叔，你吃，这是爸爸最爱吃的馄饨。我说你别没事儿给我搞突然袭击好不好？我这本来想踏实吃碗馄饨的，你这突然一出现，差没把我心脏病给吓出来。厉害吧？还有更厉害的呢。厉害，还真厉害！这小妞可不是一般人。您真当他大老远从美国飞回来就是为了木山猪啊？胡八一那不是省油灯，那是水仙木开花，他装蒜的。不信您瞧。你们北京人啊，就会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您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揣字儿都会用了，那麻烦你给我翻译一下，这揣字儿英文怎么发音啊 ？cash。cash， 怎么那么耳熟啊？蒙谁呢？哥们儿切会的时候就用过这词儿，那是现金。你以为我是胖子呢？就光认识钱？您瞧这俩人可真够逗咳嗽的，你一句我一句的。你说你们聊你们的不就完了吗？没事扯人家胖子干什么呀？那也对，胖子这人呢，就是一垫背的命。胡八一有一搭没一搭的把他捎进来，其实就是一挡箭牌，人家心里门清着呢。要说正格的，还在后头呢。说这些，你们外国人也听不懂啊。那你就说点我能听懂的呗。哎，我也想听听。你就说这摸金校尉吧，听上去好听，是吧？可是自古以来呢，说白了就是个贼，没意思，不干。说的也对。哎，你说谁是贼啊？我外公可不是贼啊。我没说你外公，我说我自己呢。我说那陈瞎子行吗？真是的。那到底云南还去不去啊？当然得去了，这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啊。哎，这话金琢磨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这揣怎么发音啊？你还没翻篇呢？翻篇你也懂啊？我还知道什么是拉密呢。哟，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密啊？我就是密啊。话又说回来了。这仨人回到了这北京城，是马不停蹄的开始为去往云南做准备。您瞧人家这姑娘了吗？对古代文献如数家珍，
和胡八一这一配合是如虎添翼呀。您再瞧这位爷，甭看他拿着个放大镜，整得跟真事儿似的，其实压根儿四六不懂。您看，整个干活的还不是人家这二位，这位爷倒好，睡得跟黑塔似的。哎，甭管怎么着，这摸金校尉合则生，分则死。打这儿起啊，这仨人算是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正所谓摸金三人组，生死一传动，方才出龙窟，是再起入虫谷。真真正正的摸金铁三角，也就正式的形成了。哎呦！哎，腾弟儿，哦，咱们这几天这事儿说说。看见没有？蛇河澜沧江的一个支流，因为形状弯曲42多米，蛇河路过这座山3300多米，当地人称遮龙山。薛良，你那儿怎么样？资料显示，折龙山里面没有大风天气，所以很难自然的让这些瘴气消失。我联系了美国那边，购买了一批军方专用的防毒面具，但是也不保证这些面具对这些特殊的毒气就有效。就是有效也不见得能行。那地儿啊，蚊虫滋生，那附近的山里啊，全是那虫子，这虫子个儿还都特别大。哎，我看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，说当地人啊会下一种什么蛊啊，就是看谁不顺眼就拿虫子给人下毒，特别的邪门。那里地处非常的偏僻，当地汉化程度很低，所以我们这次要多加小心，避免和当地人发生正面冲突。田野，你那边呢？我这边就是按部就班呀，工兵铲、登山绳、手电筒都给你们备齐了，这杀虫剂也备了好几种，你们看着用呗。枪呢？枪？什么枪？五子泵、手枪什么的。手枪？嘿，我连红缨枪也没处给您淘换去啊，那都违法。不是，合着今夜您让我使一工兵铲跟人打去啊？啊？哎，你说这要再碰上一根大蜘蛛那么大个儿的玩意儿，谁打谁啊？这枪我可是真没辙。这上面说，王毅病于水龙晕中，尸解升仙，龙晕无形。若非天崩，殊难为外人所破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这献王的墓穴处于水龙晕的地势之中，如果不是天崩的话，任何人都进不去。天崩？天上崩石头啊？那不就是流星雨吗？流星雨，您说忒好了吧？啊，您想啊，天上要真崩一大堆石头下来，献王墓那么大地儿都给砸开了，咱往哪儿躲呀？听了半天，合没一个好消息。你们这聊天聊的，我听着直瘆得慌。总而言之，这次云南虫谷之行，只有一个字。什么字？死。
2000多年了，我们估计很难用这张地图来进行参考了。老胡，用你的16字阴阳风水秘术给算算呗。就算把咱魔镜的老祖宗请来，也是无从事儿。咱们千辛万苦的走到这儿，究竟能不能找到木尘珠，这一切都还不知道。这次来云雾，我就是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组长，昨晚上孔雀带回来那3个外族人朝虫谷方向去了。孰非一道波道，生死交，肝胆相照，命中是注定乾坤浮躁。设身处地之时，能否看清道理？明月当头之日，能否探清道理？经历万重陷阱，如何能不违心？真相万不创意，才能懂得为敌。谁愿意继续下去？同时也不能美，藏在夜深人静之时，偷偷擦干眼泪，逼到无法后退，只能变得无畏，不再害怕倒影，再次侵蚀到我的后背。天地困扰，斗胆走一遭，山风啸，水缠绕，无是孰非一道波道，生死交，肝胆相照，命中是注定乾坤浮躁。潜于卧龙中，藏匿云雾峰，天地山水通，来去无影踪。变成假面容，百口难由衷，弹指化吉凶，万物皆可空。初心能够让你看清我，留下痕迹，最后是结果。眼里燃烧起无名的火，真正难免有些琢磨。山风啸，水缠绕，无是孰非一道波道，生死交，肝胆相照，命中是注定乾坤